林婉儿的推断一下子便让叶晨豁然开朗，他有些激动，又有些紧张地说道：“林小姐说的没错，如果这是一个300多年前就布下的局，那布局的人绝对不会让任何一个环节超出掌控。如果这一切真是孟长生所为，那九玄金絮里面就必然有办法让我和我父亲一样，也拥有龙格。”说罢，他再次看向九玄金絮的影印版，开口道：“林小姐，若是方便的话，你我不妨一起参悟一下这本书。”林婉儿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，旋即站起身来，对叶晨说道：“公子帮奴家搭把手，把茶桌搬回堂屋吧，我们进去讨论。”叶晨也没有任何迟疑，立刻将茶桌搬起来，与林婉儿一同进了顶层别院的堂屋，也就是客厅。堂屋摆了一张长长的书案，这是当初林婉儿绘制山水画卷时特意准备的，后来便一直留在这里，没有让人挪走。两人来到书案前，林婉儿在一旁继续为叶晨泡茶，而叶晨则将影印版《九玄天经》的装订拆开，按照顺序一张一张铺在书案上。九玄经序内容很多，影印版采用单面印刷，一共有400多页，而且每一页都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文字。这本书的一开始便非常详细地介绍了修道一途的意义与特点，在一番总结式的开场白后，便是一门名为九玄心诀的修炼心法。这篇心法十分详尽，篇幅至少占了整部书的一半。叶晨大致过了一遍心法的内容，确实是一套非常详尽且由浅及深的修炼心法。这其中甚至有一节是关于如何打开泥丸宫的方法。叶晨初看时心中激动，但很快却又感觉忐忑，便暂时将这一节内容搁置，转而快速浏览起了其他的内容。在九玄心诀之后，有一篇孟长生自己的文言文自述，大概介绍了他的生平，以及他写这本书的真正用意。在他的描述中，他之所以写下九玄经序，并用特殊方法使其在世间辗转，就是为了寻找能偶继承他衣钵的继承人。他毫不避讳地明确告知了只有龙格之人才具备得到九玄经序的资格，但他也在后半段抛出了升龙格的概念。按他的意思是，龙格虽然已经可以继承他的衣钵传承，但想要做到真正意义上的逆天改命，唯有升龙格才有机会，否则就算再努力，最终也难逃天劫。再往后便是关于命格的介绍，龙格、升龙格，这其中都有提及。除此之外，书中还明确介绍了升龙格的原委，写明了升龙格需要龙格父子之间牺牲自己，成就对方，同时也附上了如何剥离龙格的方法。叶晨与林婉儿再向后看，紧接着的下一节内容，标题为分龙术，两人一起参研其中内容，均是看得目瞪口呆。叶晨看着其中一行字，喃喃道：“一龙分二蛟，二蛟在化龙，二蛟化龙成，则分龙之术成。这难道就是让儿子也同为龙格的方法？”林婉儿看完之后，不由惊呼：“公子，根据《数异记》的记载，水毁挥500年化蛟，蛟1000年化龙。这里说一龙分二蛟，也就是说，要龙格的父亲先将自己的龙格分成2个蛟格，一个给自己，一个给儿子。”说着，林婉儿又道：“蛟格是最接近龙格的命格，也是唯一能化龙的命格。一旦蛟格化龙，便是龙格。这也就是说，公子的母亲在怀着公子命格还未定下的时候，公子的父亲就已经将自己的龙格分成2个蛟格，并将其中一个蛟格给了公子。而后，公子的父亲又与公子一起经历化龙，一起成为龙格。令尊便是用这种方法，让公子拥有了龙格。”叶晨不由自主地红了眼睛，喃喃道：“我听周叔叔说，命格剥离极其痛苦，是他这辈子见过最痛苦的事。这里说的一龙分二蛟，虽然不是将命格完全剥离，但也至少剥离一半，这应该也很痛苦吧？我父亲他竟然为我2次承受如此超乎寻常的痛苦。”林婉儿轻轻点了点头，感慨道：“可怜天下父母心，天底下愿意为孩子经受绝大磨难的父母，恐怕数不胜数。家父当年明明有长生500载的机缘，
却宁死也要将这机缘留给奴家，想来也是和令尊一样的心情。叶晨喃喃道：“这又是何苦呢？他用分龙术的时候，我还尚未出生，何苦要为我付出这么多？他为什么没有想过？或许我并不想要什么龙格，也不想要什么升龙格，更不想求什么长生。”林婉儿苦笑道：“家父也没想过，其实奴家一点也不想活这么久。300多年来，我吃过的苦，恐怕这世上没有一个人能够想象。”叶晨叹了口气，反问他：“我父亲用了分龙术之后，其自身命格从龙格退为蛟格，自身运势也必然大受影响吧？”“那是自然。”林婉儿道：“命格退了一级，运势自然也退一级。”叶晨心中五味杂陈，悄悄拭去眼泪，继续道：“周叔叔说，我父亲是在带我离开燕京之前，将命格剥离给我的。也就是说，在我8岁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完成了化龙，从蛟格又回到了龙格，而我也必然是在那8年里完成了化龙。可是那时候我太小了，根本不记得自己的童年生活有什么特殊之处。这也就意味着，我父亲不但将他自己的龙格分成了2个蛟格，甚至还以他一己之力，将我们2人的蛟格又提升到了龙格。短短几年时间内做到这样，不知道要付出多大努力和代价。”林婉儿点点头，开口道：“公子，既然我们推测这一切都是师公留下的多米诺骨牌，那这一切就必然都在他的算计之内。九玄经序里既然写了一龙分2蛟的分龙术，那就必然还有2蛟在化龙的化龙术。否则如果蛟格无法化龙成为龙格，所有设计好的步骤也会忽然断裂。”说罢，他目光转到下一节内容，惊呼道：“公子快看，果然有化龙术！”叶晨被吸引过去，连忙看向后面的内容，果然连名字都与林婉儿猜测的一般无二，就是化龙术。叶晨迫不及待逐行逐字研究起来，这才发现，原来所谓的化龙术，就是要求使用分龙术分出命格的人，不断运转心法来提升2人的命格。也就是说，自父亲将自己的龙格分成2个蛟格，并将其中一个蛟格给了自己之后，自己这个蛟格和他的蛟格便像量子纠缠一样，完完全全的进退与共。父亲的每一次努力都会完全同步的作用于2个人的蛟格之上。从那一刻起，2个蛟格化龙的重担就全在他一个人肩上。可想而知，自己出生后的那8年时间里，父亲叶长英一直都在为2人的化龙而拼尽全力，而年幼的自己对此却一无所知。而叶晨更没想到的是，父亲先是将他自己的龙格一分为2，然后又凭一己之力将2人的蛟格生成龙格，最后还将他自己失而复得的龙格完全剥离出来给了自己。这一刻，他心中惭愧至极，若是给他一个选择的机会，他宁愿做一个完全不懂修道的普通人，也好过父亲为自己付出这么多，最后又和母亲一起惨遭破亲会杀害。